好，这节课我继续往下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，大家看第11个知识点啊。第11个知识点是抛线上存在两个点关于直线对称的这种问题。第一个呢是若抛线析 y 等于 ax 方，我重新写一下 y 等于 ax 方减1，a 是大于0的啊，我们要下边的这个。它总有不同的两个点关于这条直线对称，然后让我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。我怎么办呢？我用两个方法给大家做。首先我要画图，显然呢 y 方等于它，这是开口朝上，以 y 轴为对称轴，向下移了一个单位，是这样的抛线。那么这个抛线上总有两个不同的点关于关于 x 加 y 等于0，也就是 y 等于负 x。y 等于负 x 这条直线，它是二视象限的角分线。这个是 x 加 y 等于0。抛线上总有两个点关于它对称。那么这两个点我们试着找一找啊。大概啊，比如说这个是点 A， 关于它对称，向它做垂线，然后并延长。我这个画的不太标准，再重新画一下。这个抛线呢，我重新画一下这个图吧。首先建立直角坐标系啊，开口朝上，以 y 轴为对称轴，向下移了一个单位，它是这样的一段抛线，无限的向上延伸。这条直线 L 呢是 y 等于负 x， 它是二视象限的角分线，是这样的一条直线，二视象限角分线 x 加 y 等于0。我抛线上总有两个点是关于它对称的啊，那么我试着做一下，向它做垂线，哎，看这个是点 A， 这个是点 A 撇，它们俩是垂直的啊 ，A 撇就是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，而且 AA 撇它们都在这段抛物线上。让我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，然后我就想，我们在学指数函数、对数函数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，只要是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，它们是一对互为反函数，它们的图像是关于 y 等于 x 对称的，也就是如果关于 y 等于 x 对称，那么它的横纵坐标会有什么关系呢？给大家举个具体的例子，比如说有一个点，它的坐标是2逗1，还有一个点，它的坐标是1逗2。很显然1逗2、2逗1这个点这两个点，它们一定是关于 y 等于 x 对称的。也就是两个点如果关于 y 等于 x 对称，它是 a 逗 b， 那么这个一定就是 b 逗 a， 要把 x、y 交换位置。那如果有两个点，它是关于 y 等于负 x 对称呢？你也可以举具体的例子啊，比如说这个点是负2逗1，你看，这是负2逗1。你再举一个负1逗2，负1逗2，这两个点是不是关于二视象限角分线，也就是 y 等于负 x 对称了？那么它的横坐标是它的纵坐标，它的横坐标的相反数是它的纵坐标，它的纵坐标的相反数是它的横坐标，也就是不但要把它俩交换位置，横变纵，纵变横，
还要各自取相反数。那么既然它这个抛物线上总有不同的两个点关于它对称，所以我就会得到啥呢？它关于这条曲线，关于 L 直线对称的曲线，我就能够把它找到。我要找到这个。这条曲线上任意的点就是 x 逗 y。既然关于24象限角分线对称，所以 y 等于 ax 方减1曲线 y 等于 ax 方减1关于 L 直线 x 加 y 等于0对称的曲线，就是啥呢？ x y 交换位置还得取相反数， y 就换成负 x，a 倍的 x 换成负 y， 负 y 的平方依然是 y 方减1落下来。所以它关于它对称的曲线我就得到了。那么这个曲线我得到了以后我的这两个点原来在抛线 y 等于 a 方 ax 方减1上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两个点一定就在它对称的曲线上。那么既然这样，我就要把y 等于 ax 的平方减1和负 x 等于 ay 的平方减1它们俩联立。那么这个方程它表示的曲线是啥呢？ y 方等于什么什么 x 当然它是左右移动的，因为我加减常数了。它是开口朝左的抛物线，只不过顶点不在坐标原点了。它这个抛物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你可以把它想成 ay 方等于把它移过来，这是负 x 加1，也就是 y 方等于 a 分之1倍的，或者说负的 a 分之1倍的 x 减1。它是开口朝左的抛物线，而且呢顶点它不是 x， 它是把 x 减了1加往左减往右移，向右还移了一个单位，所以这个抛物线呢它应该是这样的抛物线，它是经过这样两个点的A 和 A 撇 ，A 撇既在原来的抛物线上，也在开口朝左这样的一个抛物线上，所以是它们俩的交点。我要把它们俩联立，联立之后消元消谁方便就消谁，这个是方程1，这个是方程2，那我直接就让方程1加上方程2。左边呢 y 加负 x 看起来就是 y 减 x， 右边呢我要让它相加的话，右边就不能进行平方差公式了，所以我就让它俩相减 y 减负 x y 加 x， 右边呢是 a 倍的 x 方减 y 方，我就可以分解成 x 加 y 乘以 x 减 y， 负1减负1没有了， x 加 y 我们就可以把它约掉，它剩个1， 1等于 a 倍的 x 减 y， 把 a 除过来，因为 a 是个大于0的数，所以 x 减 y 就等于 a 分之1。x 减 y 等于 a 分之1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y 等于 x 减去 a 分之1，然后把 y 等于 x 减去 a 分之1代入方程1，得方程1呢是 y， 看到 y 我们就换成 x 减去 a 分之1，它就等于 ax 方减1，我呢取分母变成
ax 减1等于 a 方 x 方减 a， 然后降幂排列 a 方 x 方把它移过去，减去 ax， 把它移过去，加1减 a， 然后等于0。算到这儿以后啊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这个方程一定是有2个节的，它是有2个实根的。为什么有2个实根呢？因为我即将解出来 x1、x2， 它其实就是点 A 的横坐标是 x1、y1， 点 A 撇的横坐标是 x2、y2。它有2个根，即将解出来 x1、x2 就是点 A 和点 A 撇的横坐标。我不用把它解出来，因为这还有参数 a， 坐标我也解不出来数。只要你有2个不等实根，有2个，再确切点不等实根，那么就需要德尔塔大于0。德尔塔是谁呢？ b 方，它是 b。a 负 a 的平方就是 a 方，减去是 a 西是倍的 a 方，是 a 西1减 a， 它是大于0的。把 a 方约掉，1减去是倍的1减 a， 把 a 方约掉，不等号方向不变，它剩1，减去我直接展开，减去是。加上 4a 大于0，所以呢，负3移过去，是 a 大于3 ，a 就大于3/4。这道题让我求的就是 a 的取值范围，所以我就顺利的求出来 a 是大于3/4的。那么这道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做呢？当然有，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方法啊。好了，这个方法我们就说到这儿，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方法。好，这道题呢依然是 y 等于 ax 方减1 ，a 是大于0的。抛线上总有2个不同的点是关于二次象限角分线对称的，让我求 a 的取值范围。我还是把草图快速的勾勒出来。这是向下移了1个单位，开口朝上。然后呢，关于 L 直线是 x 加 y 等于0，关于二次象限角分线对称。大概这个是 a， 这个是 a 撇，它们是垂直的，这2段是相等的。那么很显然，既然2个点对称了，这2个点的终点就在 L 直线上。a 撇的终点我用 m 来表示 ，m 的坐标我设为 x0 和 y0。点 A 的坐标呢，我设为 x1 y1。点 A 撇的坐标呢，我设为 x2 y2。那么既然点 M 是终点，所以终点的坐标就等于2个端点的坐标相加除以2。x0 是等于2分之 x1 加 x2 的。交点的终点的纵坐标呢是等于2分之 y1 加 y2 的。我要把它表达出来。既然A 撇都在抛线上，就好像直线被抛线截得的这段弦是 A 撇，弦 M 还是终点。我们以前在讲点差法的时候，大家记不记得我讲，凡是跟弦的终点有关的问题，我们都用点差法。好，那我方法2就是用点差法。点 A 在抛线上带到抛线方程当中，y1
它等于 ax1的平方减1。点 A 撇也在抛线上，坐标代入抛线方程 y2 等于 ax2的平方减1，点差法带进去，做差或者说相减。左边就是 y1 减 y2， 右边呢就是 a 倍的 x1 方减 x2 方 x1 加 x2 乘以 x1 减 x2， 负1减负1是0，所以我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这个式子得到了以后，我要把它整理一下，整理成什么样子呢？大家是不是看到 y1 减 y2 了？x1 减 x2 在右边，我当然要把它除过来，它就等于 a 倍的 x1 加 x2。x1 加 x2 在这儿我还知道它是 2x0， 2a 倍的 x0， 它变成这个样子。那么 y1 减 y2 除以 x1 减 x2， 它是谁呢？一条直线上两个点，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，它是 aa 撇的斜率。那么 aa 撇既然是关于 L 直线对称 ，L 直线的斜率呢，它是等于负1的，它们俩互相垂直，斜率互为负倒数，所以 aa 撇的斜率它就等于负的 kL 分之1，是它的负倒数，负的倒数。它是负1，所以 kAA 撇它的斜率就是1，把负1带到这里来，负的负1分之1。于是我们就得到1等于 2ax0， 1等于 2ax0， 所以 x0 它是等于 2a 分之1的。x0 是 2a 分之1，你看 x0 y0 是不是在这条 L 直线上？把 x0 等于 2a 分之1带进来，移到右边，所以 y0 我们也找到了，它是负的 2a 分之1。那么 x0 y0 都知道了，显然点 M 的坐标它就是 2a 分之1逗负的 2a 分之1。所以点 M 的坐标我们就知道了。那点 M 在哪里呢？点 M 它一定是在抛线内，它要在抛线内，我们就把它带到抛线的方程当中，带到抛线方程当中，所以我们就会得到啥呢？这个抛线呢，我换一下，把它写成，把 y 移过，把这个1移到左边 ，y 加1等于 ax 方，然后两边同时除以 a 分之1倍的 y 加1，它就等于 x 方。整理成 x 方等于它的形式。由于点 M 是在抛线内的，所以我们把横纵坐标带进来，它就会得到啥呢？2a 分之1的平方就是 x 取 2a 分之1，它的平方应该是小于 a 分之1倍的负的 2a 分之1加1。我们得到的是这个式子。所以接着我解这个不等式 4a 的平方分之1小于负的 2a 的平方，负的 2a 的平方，它们俩相乘分之1，再加上一个 a 分之1，每一项都乘以 4a 方，它就变成1了。负的它乘以 4a 方 ，a 方约掉了2和4约掉，还剩一个2，加上它乘以 4a 方4倍的 a 约掉一个，还剩一个，所以把2移到左边，3小于4a，
依然得到 a 是大于3/4的。这个是根据用点插法求出点 M 的坐标，然后根据点 M 在抛物线内，所以把它带进来的时候 x 带进来，它是满足小于这个的啊，它才能在抛线内。好，有关第11个知识点啊，抛线上存在2个点，关于直线对称的问题，我们下节课再给大家做一个。这节课我就先讲这么多，给大家讲了一个题，2个方法，一个是点插法啊。好了，下节课我们继续讲。